2024年5月28日，一个几乎快被人遗忘了的名字又大面积出现在了新闻媒体上。他呢，就是曾经的中国泳坛一哥孙杨。作为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和国家游泳队队长，孙杨的战绩非常傲人。他仅在2012年的伦敦和2016年的里约两届奥运会上，便夺得了3金2银1铜，总共6枚奖牌。在世锦赛和洲际的比赛中更是一部奖牌收割机。然而，随着名气的提升孙杨的负面新闻是接连不断，从婚恋事件到师徒摩擦，从无证驾驶到服用禁药，再到2018年他爆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抗检事件后这位叱咤风云的游泳金童便褪去了昔日的光彩。经过旷日持久的国际仲裁和上诉呢，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对孙杨禁赛4年3个月。孙杨的名字热度消退，渐渐淡出了舆论的视野。直到5月28日，孙杨在禁赛7道刑满释放后，再度高调现身，站在泳池旁边拍摄视频。看来身材并没有走板，依然保持着运动员的体魄。他呢非常自信地表示，自己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性的训练，他的成绩比很多世界冠军都要优秀。言外之意，宝刀未老，雄风犹在，还能再战今年7月的巴黎奥运会。其实早在解禁期到来之前，孙杨的铁粉们就期待着王者归来，一雪前耻，还能继续为中国国家游泳队创造奇迹。不过，在这一片欢欣鼓舞当中，也有人泼冷水。比如体育评论人贺小龙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说：“我宁愿相信姚明能复出去打 NBA， 李娜能重夺大满贯，韦世豪夺得金球奖，徐根宝入选国家队，也不会相信孙杨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他说这话呢，纯粹是想发财蒙脑残。世上智者少，人间傻逼多。贺小龙的这则言辞激烈的评论，貌似已经在他的微博里头删除了。不过，孙杨无法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确早就是个无需争辩的事实。首先呢，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明令规定，因兴奋剂违规被禁赛1年以上的运动员不得以任何身份入选国家队。而孙杨已经被禁赛了4年了。另外中国泳协把全国冠军赛及奥运选拔赛定在了2024年的4月，而不是孙杨解禁后的5月底。当时呢，还引起了媒体的热议，有人解读这样的赛程安排对孙杨极其不友好，还有孙杨的粉丝呼吁应该等到他解禁之后再进行这个比赛，给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毕竟他曾经无数次为国争光而目前呢，中国国家游泳队的奥运选拔赛已经完成，大名单上并没有孙杨的名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游泳队队员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语带不屑地说：“孙杨的付出是给中国泳坛打了一针强心剂，我看是打了一针兴奋剂吧。”现如今呢，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孙杨，似乎都是他咎由自取。要知道，在8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澳大利亚的那个运动员霍顿同样说孙杨是个靠服用兴奋剂出成绩的药罐子。当时可是遭到了中国大批网友同仇敌忾般的口诛笔伐呀，一人一口唾沫星子都能灌满一个泳池了。可是现在就连孙杨被贴上的各种标签，也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为他去反驳，似乎双方都默认这是一个事实。那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全民偶像、泳坛男神在事业的巅峰期出现人生反转，从名声和信誉上一跃而下，直线跳水呢？他服用禁药的丑闻是如何而起？暴力抗检又是如何发生的？网上很多评论说是孙杨的妈妈成就了儿子，又亲手毁了他，这又是为什么呢？请大家搬好小板凳，带着这些疑问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孙杨的前半生。1991年12月1日，一个男婴的降生在浙江杭州妇幼保健院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呢。男婴哭声响亮，体重9斤1两，比婴儿室里同期降生的孩子大了好几圈。母亲杨明来自于一个排球世家，曾经在浙江省女排打过球，但是身高呢也就是1.68米。婴儿的身高和体重明显是遗传了父亲孙全红的基因。他身高1.86米，是安徽省体工队男子排球队队员。男孩的名字则是用了父亲和母亲的姓氏组合孙杨。1997年，孙杨的启蒙教练到幼儿园选材，身高突出的孙杨就被选中了。99年，孙杨父母带着他参加暑期的游泳培训班，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泳道。
不得不说啊，孙杨就是那种既遗传了父母优秀的体格，又继承了运动基因的天选之子啊。最开始呢，母亲杨明还有意让他走排球的道路，后来因为孙杨在游泳上表现太突出了，转而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儿子的游泳训练上。众多的电视节目访谈和各种新闻报道中啊，都说孙母是杭州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是事业型女强人。但同时呢，又说她对孙杨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啊，孙母天天都要给孙杨煲汤，而且每天还要往返1-2个小时送孙杨去训练，风雨无阻。在生活上呢，更是连整理书包这样最基本的小事儿都替儿子做了。甚至还说啊，为了保证儿子所有体力都能用在训练上，他的书包、衣服、水杯这些也一直都由自己背到场馆，完了再给他背回来。在母亲这样全方位360度的照顾下呀，孙杨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据说啊，他到了小学6年级都不会自己系鞋带呢，如果松了就脚一伸，让妈妈或者是教练给他系上。孙妈妈呢也深度参与进了儿子的训练和比赛，不仅每次都在现场观看，还会在本子上记录下孙杨的速度、节奏、起跳以及冲刺时间。在孙杨训练的间隙呢，他也没闲着，而是仔细去观察那些可能会成为他对手的运动员，把他们的数据也一一给记录下来进行分析，着实是做到了知己知彼。孙母后来对媒体称自己为半个教练，甚至比那些拿工资的助理教练更专业、更细致。那既然是全职保姆加陪练，我们实在是无法想象他是如何能在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做到这样的3合1啊！相比之下，国外这些 soccer mom 简直是弱爆了。在孙母这样精心的照料下呢，孙杨的体魄尽管是日益强壮，但是心理上却有点从未断奶的意思，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妈宝男。这个之后咱们会细说。2003年12岁的孙杨投到了浙江省队著名教练朱志根门下。据说这个也是孙母带着孩子多次上门才一手促成的。孙妈妈认为孙杨所在的杭州陈经纶体校已经无法让儿子更上一层楼了，于是就单方面放弃了训练合同，转投了朱志根。这个说法来自知乎上的一个帖子，叫如何看待孙杨妈妈在朋友圈的言论。里边还说孙妈的做法让陈经纶体校十分不满，孙杨的照片和名字因此被从这个介绍栏撤下来了，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冠才重新给恢复。2003年呢，孙杨进入到浙江省体工队，朱志根就成了他的教练，这也是孙杨游泳生涯的一次分水岭和转折点。朱志根呢，不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教练，而且还知道与时俱进，学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训练理念，并且将其一一运用到了孙杨的身上。但是孙杨和他呢也爆发过很多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在10多年的教与练当中，师徒二人有着诸多相爱相杀的戏码。在朱志根的一手调教下呢，孙杨不仅是纠正了之前的一些划水姿势，连带着身体线条都在长期的训练当中变得是流畅优美，在水中的阻力更小，成了一条真正的东方人鱼。他在朱教练的带领下呢，每年都要上高原训练，增强这个心肺功能。朱志根后来发表的论文和讲座中就多次提到，游泳运动员最合适的高原训练海拔高度是1890米，时间不能超过1个月。对于这个数据呢，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浙江在线的报道说，这是朱教练的经验和心得。朱教练关于训练笔记就写了厚厚的10几本，可以说他为了培养孙杨这个得意门生是呕心沥血。而孙杨和朱志根就像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一旦相遇命中注定要一鸣惊人。2006年，15岁的孙杨在浙江省运动会上一人独得400米混合泳、2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的3枚金牌，将那些20多岁的成年运动员远远地甩在了身后。1年之后这个天才少年被国家游泳队选中，朱志根带着他北上首都，全力备战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只有17岁嘛，缺乏在国际重大赛事的经验，孙杨最后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是颗粒无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飞鱼菲尔普斯连得8枚金牌，脖子都快被压弯了。朱教练呢则安慰他说，再是强大的运动员都会老去，但是泳池永远在那儿，不要放弃，努力训练，4年后就会是你的天下了。
结果真就如他所说，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孙杨获得了2金1银1铜4块奖牌，还连破了奥运纪录和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男子游泳队的奥运历史。尤其是那场4×200米接力作为最后一棒的孙杨在入水的时候竟名列第5，结果硬生生被他一路追到第3，拿到了铜牌。负责解说的美国体育名嘴都情不自禁的连声惊呼这人到底哪儿钻出来的？奥运会上的大放异彩呢，让孙杨成为了新一代的国民偶像、体坛男神，被评为了当年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最佳男运动员。面对这样的儿子，这样的成就，孙妈自然是高兴的合不拢嘴。在奥运结束后，孙家一家3口接受鲁豫的专访。当鲁豫问起你觉得你的性格是比较像谁，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结果没等孙杨回答呢，孙妈就抢先说取我们俩的优点正好，其中我的部分会多一些。相比母亲的霸气强势，20多岁出头的孙杨则像是一个突然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小学生，腼腆内向，甚至有几分木讷和手足无措。在鲁豫的几次追问下，才小声地说像我妈。整场采访下来都是大嗓门的孙母巴拉巴拉讲个不停，似乎她才是拿了奥运冠军的那个人。而比起好歹还能插上1、2句的孙杨台上的孙父则完全像个人肉背景板，这家子谁强谁弱是一目了然。不过另一个男人却不像老公和儿子那样任由他拿捏，那就是孙杨的教练朱志根。作为一个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教练朱教练对工作充满热情，对手下的运动员要求严格甚至是苛刻，是一个出了名的严师。他眼里揉不下沙子，对于达不到他要求或者是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轻则责骂，重则体罚。那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嘛，他对于手下最重要的爱将孙杨呢，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如果说2人10多年的相处下来是形同父子，他也是一个实打实的严父这边呢，一心护犊子的慈母一直对朱志根的执教风格颇有微词，但是儿子要出成绩拿冠军，他也只能咬牙忍了。不过孙杨在伦敦奥运会成名之后当妈的心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俗话说的黄鼠狼摸电门，抖起来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自己身上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儿子的体育经纪人，所有的商业活动、记者采访都必须经他之手。国家队集训期间有明文规定，家属不能进场，更不能随意出入队员的酒店。但是孙母却以自己是经纪人的身份，非要进去陪着，还扬言说孙杨身边可以没有教练，但不能没有妈妈。而孙杨呢，也在严厉的教练和溺爱的母亲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站队了孙母，表示如果不让母亲入住，他就不练了。最后呢，游泳队只能妥协，给孙杨和母亲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这自然是引发了朱教练极大的不悦。而真正引发师徒2人正面冲突的，却是一条小小的泳裤。根据搜狐体育的一篇报道，孙杨曾经在澳大利亚集训期间当着外国女选手的面，在泳池旁边就换起了泳裤。那你说这种光天化日遛鸟的举动，严格来讲已经可以算是性骚扰的范畴了。于是就被在场的另一位教练告状到了朱志根面前。之前也提到过，在孙母除了好好游泳，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的教育理念下，孙杨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朱教练为了这点小事儿，非要让他给人家赔礼道歉，明显是小题大做。所以两人当时就争执了起来。脾气火爆的朱教练在气头上就给了孙杨一巴掌，结果被站在一边的孙母看了个正着。其实类似扇巴掌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不过最后都以孙杨向教练道歉而结束。但现在情况有点不同，他可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你怎么还能像人家打小孩子一样说打就打呀？孙母当晚就致电了体育总局的领导，要求处罚教练，并且以退出国家队相要挟。那朱教练也是被气得不行，当场放话说他爱练练，不练就滚。眼看着双方矛盾激化，体育总局赶紧派人调和，一通和稀泥之后师徒2人是勉强握手言和，但是心里这根刺却是扎下了。果然不到4个月，两人又再度爆出不和，而这次的原因则升级为了一个女人。2013年1月30日，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孙杨和年轻女子手拉手的照片，他随即在自己的微博上承认，是的，我身边有一个女孩子。这个被孙杨官宣的女孩叫李莹念，是位空姐，大孙杨6岁。他们的恋情和发展我们放在后面马上会说。朱教练是非常反对孙杨交女朋友，
他公开批评孙杨因为谈恋爱而影响训练，并且还放出了他的训练日志，上面显示他缺席了每年都会进行的高原体能训练，还在长达40多天的时间里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去训练。要知道啊，孙杨的偶像菲尔普斯就曾经说过，训练啊就要像吃饭睡觉一样，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儿。1天不训练，水平就会倒退2天；2天不训练，那可能就赶不上了。孙杨自我放松要求，在朱教练眼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这次啊，又是孙妈出来，认为朱教练公开的批评儿子，损害了孙杨的名誉，给世界冠军抹黑啊，要浙江省体委处罚朱志根。不过这次啊，他却是一脚踢到了铁板上。体委在3天后对孙杨做出了处罚协议，扣发1个月的训练津贴，暂停孙杨的一切商业活动，包括个人代言。在荷包受到了实质性打击之后呢，孙杨母子消停了一阵。2013年4月份，孙杨开始正式训练，并在前来采访的媒体面前和朱志根拥抱，释放了师徒冰释前嫌的信号。结果啊，才隔了不到3礼拜，两人便又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肢体冲突，还惊动了警方的介入。之后不管再怎么调节吧，朱志根都坚决不再训练孙杨，一切由一位名叫张亚东的教练暂时接手。孙杨呢，的确是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啊。哪怕在出了这么多的幺蛾子之后呢，他在恢复训练之后，依然很快就回到了巅峰状态。2个月后举行的游泳世锦赛上，就拿下了3块金牌，并且获得了最佳男运动员的殊荣。孙杨在300米以后加速超越了盖伊，最终以3分42秒58夺冠，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后啊，孙杨接受采访的时候，激动地流下了泪水。他呢，感谢教练朱志根对自己10多年来的辛苦栽培。回国后，孙杨和母亲又再度三顾茅庐，请求朱教练不计前嫌，再度出山。也许是看着他长大的情分不可磨灭，朱志根的铁石心肠啊又软了一回，在当年8月又成为了孙杨的教练。出了名的孙杨啊，不仅因为在游泳池内的行为备受瞩目，他在游泳池外也出现了惊人之举。2013年11月3日，一辆保时捷卡宴在杭州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开车的便是孙杨。副驾上呢还坐着一个衣着时髦的漂亮姑娘。根据交警后来给出的事故报告啊，当时是因为公交车为了避让而猛打了方向盘变道，公交车司机是属于过错方。由于碰撞比较轻微，也没有人受伤，双方决定现金私了。公交车司机也认出了孙杨是个名人，提出可以赔偿人民币5000元。结果呢，孙杨旁边那个女伴非不干，嫌钱少，开口就要5万，双方就争执了起来，女子主动报的警。警察来了之后啊，想要查看2人的驾驶证，哪想到啊，孙杨却怎么都掏不出来。一番追问之下，他才承认自己根本就没考驾照。这辆卡宴呢，也是一个粉丝朋友借给他开的。这波操作啊，简直是让孙杨方面成了没事找事的笑话。最后啊，孙杨以无证驾驶罪被抓进了警局，处以2000元的罚款以及拘留7天。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1位被行政拘留的现役奥运冠军。由于这个影响呢实在有点恶劣，中国游泳管理中心和中国游泳队共同对他发出了开除国家队、开除集训队、停止一切社会和商业活动5个月的禁令。消息传开来啊，孙母在媒体面前哭诉说，儿子是年轻不懂事，误交了损友，希望大家能够看在他为国争光的份上，原谅他这一次。而朱教练啊，则是恨铁不成钢，彻底对这个徒儿死了心。2014年4月24日，在孙杨的禁令到期恢复训练的同一天，朱志根以身体健康原因主动请辞孙杨的教练一职，两人长达12年的恩恩怨怨到此彻底告一段落。孙杨无证驾驶这个事儿啊，除了让他自己的名声扫地、事业前途岌岌可危之外，也把那个副驾的神秘女子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孙杨的粉丝认为，如果不是他贪心不足，这事儿可能不会闹得这么大，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由于警方的通报当中没有提及这个女子的名字，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就是之前孙杨不惜为了他跟教练反目的官宣女友空姐李莹念。不过很快，李莹念就在微博上澄清说自己已经跟孙杨分手好几个月了，那个女子是另有其人。之后又有自称是孙杨队友的人在网上爆料说，孙杨的私生活混乱，同时交了好几个不同的女友呢。在外地比赛的间隙，也会经常约貌美的女粉丝来宾馆相会，在女人圈也算得上是如鱼得水。
这一点很快就遭到孙母的反驳。他说自己的儿子单纯内向、害羞腼腆，网上那些绯闻是有人捕风捉影。他甚至还自曝，所有粉丝的信件礼物都要经过他看之后才会交给孙杨，那些写情书的寄性感美照的，一律会被孙妈给过滤干净。可是哪怕是孙妈如此的严防死守，也架不住荷尔蒙催化下的孙杨见缝插针。有媒体爆料说早在2011年去澳洲特训之前，孙杨就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自称是个富二代，给他发了很多精修美图以及豪车豪宅的炫富照片，承诺等他回国，两个人就能够见面奔现。孙杨对于这个网恋的女友非常上头，训练间隙就有空就给他打岳阳电话，甜言蜜语听得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可是就在训练快要结束之前，女孩突然以家人急需用钱为由，向孙杨借2万块钱救急。由于孙杨的所有收入都捏在妈妈那儿，他又不敢跟母亲说自己谈恋爱的事，于是就去找队友借钱。可是就在他汇款之后，女孩马上就把他给删除拉黑了。原以为的初恋，其实就是一场包裹着爱情糖衣的电信诈骗。后来得知此事后呢，孙妈是怒不可遏，从此对儿子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连手机电脑都给没收了。可即使是这样，孙杨还是在搭乘国航比赛的时候呢，跟一个身材高挑、笑容甜美的空姐看对了眼。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首任官宣女友。这个官宣女友李盈念呢，比孙杨大6岁。这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给两个人的事业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孙杨跟教练翻脸，消极训练，而李盈念呢，也因为不断的请假旷工去看孙杨比赛，而在2012年2月被国航开除。即使双方都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最终仍难免被孙妈棒打鸳鸯。孙杨能够为他跟恩师反目，却无法跟老妈作对，最终在抗争了几个月之后，李盈念无奈退场。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有网友在2013年10月拍到了孙杨和李盈念在做产检，随后呢，孙杨有一名非婚儿子的传言，便不胫而走。后来更有知情人透露说，李盈念的确怀了孙杨的孩子，希望孙妈能够看在肚子里小孙子的面上，接纳他做媳妇儿。结果谁知孙妈心狠到母子都不要，在给了一栋济南的别墅和大笔补偿费之后，就要他打掉孩子。但是李盈念后来却违反了规定，生下了孩子，和父母居住在一起。而孙杨直到孩子2岁多之后，才知道了他的存在。之后孙杨的几任绯闻女友，包括空姐、模特、浙江卫视女主持，甚至还有同为奥运奖牌得主的傅园慧，都没有一个能够入孙妈的法眼。直到2023年，孙杨突然官宣结婚，新娘是有着艺术体操女神之称的张豆豆。不过也有知情人称，张豆豆也是奉子成婚，因为呢，在2个人婚礼后不到5个月，孙杨的女儿就已经降临人世。如果说未婚生子、师徒反目、无照驾车，这些只能算得上是孙杨的私德层面，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体坛坏小子的话，那么他在2014年、2018年2次卷入的禁药风波则对他的运动生涯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2014年5月17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在一次记者会上通报说，孙杨在之前举行的全国冠军赛中，尿检被发现使用了违禁物质曲美他嗪，因此决定对他采取禁赛3个月的处罚，并剥夺了他所获得的1500米金牌。此话一出舆论大哗。虽说中国游泳队使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不是第一次被议论了，但是这事是发生在孙杨身上，引发的震撼更是巨大。反兴奋剂中心通报，孙杨在5月17号的训练中被查出使用了违禁物质。3个月，时间从5月17号到8月16号。他就一直想不通，他觉得这盆脏水把他的人生整个辉煌都破灭了，所以他觉得他的前途黯淡无光。他说我不想让你。当时自然又是孙妈出来给儿子挡箭，说孙杨之所以药检是阳性，是因为先前心脏不适，按照队医的建议服用了一种叫做万爽利的药物，结果里面呢刚好就含有4个月前才刚刚被列入兴奋剂范围内的曲美他嗪。言外之意就是儿子没什么问题，是队医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没研究明白。孙母呢还公开了孙杨的病历，上面显示了早在2008年11月，孙杨就在一次感冒后出现了胸闷、心悸等症状。
专家会诊后啊，认为是病毒感染损伤了心肌，于是开出了好几种治疗心肌缺血、保护心肌的药。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这个万爽利。可是啊，不管孙母怎么卖力的为儿子开脱，还是没能够平息这个争议。问题啊，主要集中在2点上。一来呢，就是一个需要长期服药的心脏病人，怎么可能还是一个职业运动员呢？二来啊，这个曲美他嗪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兴奋剂，为什么医生还会让心脏病人服用？不怕把他们直接给送走吗？这前一个问题啊，倒是有很多专业的运动医学专家出来澄清过。因为人的身体里头啊，所有的肌肉都是有这个收缩极限的，包括心肌。在长期高强度的训练下呢，运动员的确有可能出现心肌劳损，所以适量的服用一些药物可以缓解运动后的疼痛是必要而且没有问题的。至于这个曲美他嗪啊，维基百科的定义呢，这是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改善缺血和缺氧下的能量代谢，从而达到控制心绞痛的作用。这么听上去好像没毛病啊。这个曲美他嗪的确是对孙杨的心脏问题对症下药啊，但是呢，在世界反兴奋剂的禁药目录里，也的确指出，在心脏功能正常的前提下，大剂量长期服用曲美他嗪可以帮助提高心肌细胞能量，以更小的血量和氧气来获得更高的能量补充，加快这个血液循环，提升运动效率，增强耐力。正是因为有这些效果啊，曲美他嗪在2014年1月就被列入这个特殊刺激类的禁药。平时训练可以使用，但是比赛期间禁用。1年后啊，又给升级成了全时段禁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孙妈说孙杨吃了5、6年的万爽利，结果直到全国赛期间才撞到了枪口上。对于孙杨的这禁赛3个月啊，也引发了处罚过轻的争议。最明显的呢，就是他禁赛期是从2014年5月份到8月份，解禁后马上就能无缝衔接到9月的仁川亚运会。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计算好的有意为之啊！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澳洲游泳运动员霍顿对他不屑一顾，对媒体说不要跟吃药的人站在一起领奖，从而引发了中澳网友们的骂战。而孙杨回怼：“你们游得再快一点，就能喝上我的洗脚水了。”这个话呢，更是被他的粉丝们狂赞霸气，为中国游泳扬眉吐气。我只想和你们说，好好训练。霍顿盖伊，你们游得再快一点，就能喝到我美味的洗脚水了。谢谢大家，我是孙杨。孙杨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了1金1银，尽管相比2012的那个伦敦奥运会稍有逊色啊，但是他在1年后的世锦赛上夺得了200米自由泳的金牌，成为了世界上首位在200、400、800、1500米自由泳中啊这个中长距离全部获得金牌的大满贯选手。这个成就甚至超过了菲尔普斯。在孙杨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孙妈作为他的经纪人，给儿子签下了上千万运动服的代言合同，甚至顶着这个无照驾驶风波啊，给他拿下了一个汽车品牌的广告。运动员凭着自己的人气和市场影响力去接代言无可厚非，但是在国际大赛，尤其是领奖台上的这个 OOTD 啊，是非常讲究的。孙杨呢就在这个事上翻车了。2018年这个雅加达亚运会，孙杨在第一天的领奖台上赫然穿着自己代言的361度黄色领奖服，而没有选择去穿中国体育代表团指定的安踏白色领奖服。那看过奥运会、亚运会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理解啊，同一国家的2名运动员身着2身领奖服，在同一个颁奖台上领奖。纵观商业体系建立之后的这个国际奥林匹克史，这样的奇葩事啊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那这种事儿呢，当然引起了安踏的不满。在几经交涉未果之后啊，孙杨在第2天干脆身披国旗参加领奖，用来掩盖身上的品牌商标，逃避可能的这个代言违规。那对这个操作呢，体坛周报的副总编杨毅就提出了批评，说这种行为啊，完全是无视规则和契约精神，算是把人丢到了亚运会。而孙杨在听了这些话以后啊，自信回应，这种事情对他来说见怪不怪，根本不会影响他的状态。2018年9月4日晚上10点左右，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派出了1名主检察官、1名血检助理和1名尿检助理在内的3人小组，突击了正在家中休息的孙杨，对他进行飞行药检，目的呢是采集他的血液和尿液样本。到达了检测室之后啊，一开始孙杨是同意配合的，但是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位尿检助理呢在用手机拍照录视频，
而且衣着很随便，孙杨就怀疑他的专业身份，要求他出示证件。结果呢，对方掏出来了一张居民身份证，孙杨和母亲就以他没有得到合法授权为由，拒绝继续进行这个尿液的取样，一定要有专门合格证书的人来才可以。说他也愿意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进行取样。这个尿检取样呢，就这么暂停了，血检还是得继续啊。晚上11点半的时候呢，孙杨配合抽取了血样，按照规定放在了专门的安全容器当中。到此为止呢，孙杨还算配合，但是在给出血样之后，出于对检查人员身份的疑虑，孙杨就联系了中国国家游泳队的队医巴震。巴震请示的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孙杨的母亲也电话咨询了中国游泳队的领队。他们认为只有资质合规的检查人员才能对运动员进行检查呀。于是孙杨的保安用锤子毁坏了血样容器，收集的血样自然没能被带走进行检验。这过程被主检官的一封报告上交给了国际泳联，并且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2019年1月，国际泳联做出了裁决，认为3名药检员中的确只有1人资质合格，而尿检员没有经过孙杨的同意就进行拍照录像，违反了药检程序，所以呢，此次检测作废，对孙杨的暴力抗检仅做警告，不需要处以禁赛处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孙杨的判决不仅让他的粉丝，更是让孙妈都长出了一口气。可是仅仅只隔了2周，2019年1月27日，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便公开了那份裁决书，称孙杨和其团队故意刁难药检人员，毁坏样本，而国际泳联呢，对这样的霸凌行为视而不见，仅仅是轻描淡写的口头警告，实在是难以服众。3天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跳出来，表示国际泳联对孙杨这个事儿的处罚太水了，把这个事儿就上诉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要求对孙杨处以2到8年的禁赛处罚。国际体育仲裁庭的这场听证会就成为了双方博弈的最终舞台。然而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切却让人大跌眼镜，更是在网络上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浪潮。2019年11月15日，瑞士蒙特勒，孙杨和母亲及律师一起出席了这场听证会。在孙杨的要求下，听证会是向公众开放的，并且进行了全程直播。他本来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自证一下清白，没想到一上来就被自己选的这同声传译给坑了。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水平问题这个翻译的质量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导致控辩双方都无法完全理解对方到底在说啥。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这律师呢，让孙杨把面前的文件翻到第几个标签的第几页。你说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句子，这同声传译呢，他既搞不清 tab 和 page 的区别。又在具体的第几页上屡次出现了翻译不清的情况。孙杨问了好多次，你让我看哪儿我不知道我看这对不对，能有人过来帮我确认一下吗？同时呢，这个翻译的准确度更是一言难尽把 country 说成 canton。血液样本说成血液样板。
把200次药检给翻译成200毫升。孙杨的律师听了都震惊了，强调说，如果你想让他回答正确的问题，这翻译必须得正确才行啊。孙杨这边呢，中文的表达还算流利，但是跟翻译的配合极差。回答问题的时候啊，一大段话这么说出来，翻译根本就跟不上。最后翻译出来的英文啊，连最基本的逻辑性和通顺性都做不到，自然也就传递不出他的意思。在如此重大关键的听证会上，如果无法保证翻译的质量，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每一句证词是否精准的被翻译了，哪怕是2个词之间较为微弱这个语气差异，以及呢这个语义的2级延伸，都会影响这个听证仲裁的判决。但是啊，这还只是表面的原因，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呢，孙杨团队对于西方的这个听证啊、交叉质询这一套法律体系，他不了解、不熟悉。这一点呢，就突出表现在孙杨妈妈作为证人回答这个控方律师问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尽管呢，在这个环节之前那个很垃圾的同传啊，经过双方的同意呢，已经被替换成了一个水平好很多的，能够坐在证人旁边的这个交互传译。但是啊，孙妈是满腔冤屈，憋着一肚子话，不吐不快。她呀，以为是终于得到了为儿子辩护的机会，要把她眼中的事情经过讲给所有人听。全然不顾律师问的到底是什么问题，这就难免给人一种答非所问、不配合问询、顾左右而言他的印象。我说的这点呢，其实还表现在孙杨的这个总结陈词的过程当中啊。那位专业度相对过关的交互传译，在这个环节他特意放慢了语速，希望能够准确地翻译孙杨的语句。但是啊，孙杨听他在旁边翻译的是磕磕绊绊，就开始频频摇头，
突然冷笑一下，大手一挥，竟然又从台下旁听的人里头摇上来了一位翻译到自己身边。那庭长都看懵了 ，Excuse me， 您又是哪位啊？对于这个行为啊，其实咱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人在情急之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嘛，他想要赶紧抓一个靠谱的翻译，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委屈和不满。但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听证会上，凡事都得讲究一个规则，讲究一个流程。这个临时上场的翻译显然不满足提前报备的要求啊，所以呢，庭长就决定让他坐回台下去，还是由刚刚的交互传译帮助孙杨完成接下来的总结陈词。当然了，因为呢，这个视频是公开的，仲裁庭上发生的一切被放到网络上之后啊，其实也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前加拿大奥运游泳运动员、现为人权律师的 Nikki Drayton 他就表示啊，孙杨的这次听证会呢，没有能让人们对司法程序产生任何的信心。他看到的是一群欧洲白人管理着一个极其复杂而且偏向西方正义理想的这么一个系统。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对外宣布听证会的判决结果，判定当时药检人员合乎要求。虽然检测人员和孙杨的沟通并不顺畅，但是孙杨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支持下，径自损毁了取样容器，并且略过了药检。仲裁小组指出，孙杨提供血液样本后，质疑药检人员是否具备这个资格执行药检，那也应该先让药检机构保持完整的血液样本。但是孙杨在得到警告后呢，依然损毁了取样容器，等于消灭了日后测试样本的机会。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呢？再加上啊，他之前有过服用禁药而被禁赛的历史，因此就被顶格重判禁赛8年，相当于是直接判了孙杨运动生涯的死刑啊。2020年2月28日，在禁赛令公布后，孙杨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了尿检助理吴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以及检测那晚的监控录像。其中啊，尿检官和血检官的脸都未打码，那这种做法多少又引起了争议，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寻迹去骚扰和网暴那些检测人员。很多网友啊在下面也留言指责了孙杨侵犯了对方的隐私，这是违法行为。随后呢，孙杨清空了自己的大部分微博，只保留了一份声明。根据听证会上的资料和媒体公布的细节，网友们对孙杨到底用没用违禁药物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啊。主要的观点呢分为以下几个：认为孙杨被冤枉的主要原因包括采样人员的资质、非法跨区采血等。这个检测人员万一是假的呢？这个检测机构万一是假的呢？万一他们把血样更换了，岂不是更加跳进黄河洗不清了？而另一种观点呢，则是孙杨的确是吃药了，但是因为药物的这个衰减期，它怎么计算是队医来负责的。孙杨可能一开始呢配合采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以为这个药物代谢完了，等采完血跟这个队医一通电话，才发现大事不妙，也就有了后来的暴力抗检。不能因为他是自己人就断定他没错。孙杨到底吃没吃药这个事儿啊，就是个罗生门，恐怕只有当事人是知道的。2020年12月，孙杨再次提起上诉，理由是之前仲裁小组的意大利籍小组长曾经在Twitter上表达过对中国虐待动物的指责，其中用词带有种族色彩，因此啊，在对孙杨事件的处理上带有有色眼镜，故意重判了他。2021年1月，瑞士最高法院裁定仲裁小组的组长这个种族歧视的言论属实，支持了孙杨的上诉。半年后，重新成立的仲裁小组将孙杨的禁赛期就改为了4年零3个月。
解禁的日期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2024年的5月28日。在这段漫长的竞赛期里呢，孙杨也搭上了直播带货的热潮。一开始还算正常，直播间里的人数也很高。由于他的粉丝呢大多是女性为主他带的货大多也是一些女性用品，甚至还有手拿内衣、卫生巾这一类的商品大力推销。为了拉住人气呢，孙杨在直播间里头挑战沉浸式直播在线人数到了3万他就沾墨劲儿，到了5万呢可以笑一下，到了8万保持微笑，10万才开始说话。可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国民男神、奥运英雄了。有拆台的网友就在下面留言，爱摘不摘，爱笑不笑，爱说别说。还有人挖苦说你既然这么缺钱呢，直接发个2维码赛博乞讨吧。只能说在这个直播卖货畸形发展的时代，没有一个偶像和明星能不遂滤镜的走出直播间。在我们这期节目录制前几天呢，也就是2024年6月18日，据上官新闻报道，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了入选巴黎奥运会跳水、游泳、马拉松、花样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名单。32岁的孙杨落选，正式无缘巴黎奥运会正赛。孙杨他带着天赋降生，到成为泳坛王者，站在世界之巅，最后却泯然带货直播间，这样的人生转变还是让人感觉非常的唏嘘。最后咱们还是以孙杨的偶像菲尔普斯的话来作为结束吧。Success isn't just about winning, it's about being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成功呢，不只是赢得比赛，而是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期视频的精彩文案呢，依旧是出自我们 M2 档案的主笔莫艾勒之手。他的电子书《风雨者》已经上线了 Amazon，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 Amazon 上去搜索繁体字的《风雨者》下载支持。好，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视频的支持，别忘了点赞、订阅，这对我们很重要。咱们呢，下期再见。